国庆前夕，地铁、轻轨延时，53条巴士路线同步加开。表面看是方便大家看完庆典回家，但只看到方便，就把这事儿看浅了。真正硬核的是，新加坡政府能把几十万人的散场变成一项可计算、可落地、可兑现的公共服务。很多人只关注末班车延到午夜后，我更在意的是这座城市凭什么敢做这样的承诺，还大多能兑现。延时从来不是发个公告那么简单，背后牵扯司机排班、轨道调度、转乘衔接、站内分流、实时信息推送，甚至还要看财政愿不愿意投入这笔钱。在滨海湾看完庆典，不用急着抢车，也不用担心接驳中断，这种安心感表面是便利，底层其实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。接下来我们就拆解为什么有些城市大型活动散场就乱，新加坡却能把这事做成常规能力。评论区聊聊，你更在意延时带来的方便，还是它背后的治理能力？先把背景放清楚，新加坡公共交通不是补充选项，而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真正的主干系统。你上班、接孩子、去医院、办事、回家，很多时候都要靠 MRT、巴士或者两者转乘。根据官方长期推动的出行结构，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出行占比大约在60%以上。轨道网络这些年也持续扩展，现在运营里程已经超过230公里，日常公共交通使用量更是以几百万人次计算。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，结论很直接，交通一旦在关键时段出现断点，影响的不是少数人，而是整座城市的时间秩序。再看新加坡的居住和工作分布，很多工薪家庭住在祖屋区，工作地点却集中在市区或区域中心，平时回家就常常要地铁转巴士。到了国庆前夕，这个问题会更集中。你去 Marina Bay 看庆典，真正决定体验的往往不是烟花那几分钟，而是散场后40-50分钟能不能顺利离开，孩子会不会太累，老人需不需要久站，最后一程有没有接上。也正因为这样， LTA 这次的延时公告不能只当成一条服务通知来看，它不是单一线路加班，而是地铁、轻轨和多条巴士路线一起调整。像南北线和东西线从政府大厦站开往裕廊东、滨海南码头、巴西利及大士联方向，末班车统一延到凌晨0时30分。东北线港湾往榜鹅海岸方向也是0时30分，反方向则到0时。盛港和榜鹅轻轨更分别延到凌晨1时06分和1时09分。新加坡处理的不是多开几班车这么简单，而是一个高密度城市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区域里怎么把大规模人流重新分配回全岛。这个城市强调精细化，不是喜欢把事情做复杂，而是它本来就没有太多犯错空间。你平时最常依赖的是 MRT、巴士，还是两者转乘？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看。很多人看到延长服务这几个字，会自然理解成晚一点收工，多开几班车。但从治理角度看，真正难的不是把关门时间往后推，而是把整套系统重新算一遍。人流高峰什么时候出现？哪些站会先挤满？列车怎么周转？司机工时怎么排？巴士接驳怎么接上？夜间维护窗口怎么压缩？这些都要一起改。这次不是全岛巴士一起延时，而是53条路线延时。这本身就说明它不是为了看起来照顾所有人，而是根据国庆活动的人流方向，挑出最关键的回流线路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成熟的公共服务不是覆盖越大越好，而是命中率越高越好。再说，为什么地铁、轻轨、巴士一定要联动？因为很多人回家并不是一条 MRT 直达，你可能先从市区坐到转换站，再转巴士回祖屋区，也可能先搭巴士去地铁站，再接一段轻轨。如果只延长地铁，不延长接驳巴士，你能离开市区，不代表你能回到家附近。所以新加坡处理大型活动不是看单点，而是看整张网络。这次连轻轨也一起纳入，盛港和榜鹅轻轨延到凌晨1时后，就是为了把东北部居民最后一段回家路接住。反过来，5级班让轻轨和樟宜机场线这次不延时，也说明资源不是平均撒出去，
而是按实际需求做取舍。你看到的是末班车晚一点，系统看到的是一张全岛人流回家的路线图。如果你也经历过大型活动后还能顺利转上最后一班车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是哪个站、哪条线。接下来要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政府为什么愿意多花这笔钱？因为延时服务一定不是免费的。司机、站务、控制中心、清洁、安保都要延长工时，列车和巴士要消耗更多能源，夜间检修窗口也会被压缩，信息发布和现场引导同样需要额外投入。那为什么还要做？因为不做，代价可能更高。大量人群散场后，如果同时转向私照车和出租车，核心区更容易拥堵，等车时间也会拉长。对家庭来说，深夜多耗1小时找车、排队、绕路，第二天上班上学都会被拖累。人群滞留越久，站外聚集和混乱上车的风险也会上升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鼓励大家参与国庆活动，如果最后一段回家路没安排好，公共服务承诺就会打折。所以延时服务不是单纯增加支出，而是在避免更高的社会成本。新加坡愿意承担，也不只是因为有财政能力，更因为它平时就有 LTA 统筹、运营商执行、数据积累和跨机构协作。官方这次也提醒，部分道路可能临时封闭，建议乘客通过 SMRT、新捷运等官方 App 和网站查询最新时刻，并提前规划路线。说到底，这笔钱买的不是热闹，而是秩序、效率和信任。你觉得这种延时服务最重要的价值是安全、效率还是信任感？也欢迎留言。如果把这件事只理解成国庆前夕更方便，其实还看浅了。对很多生活在新加坡的人来说，真正稀缺的不是多一班车，而是一种可预测的生活。什么叫可预测？就是你知道活动结束后，大概率还有公共交通可以接上。你知道官方公告会提前发布，而不是临时通知。你知道即使有调整，也会尽量通过站内告示、App、媒体和社交平台同步说明。对本地工薪阶层来说，这意味着你可以更安心地安排家庭活动，不必每次都预留一大笔深夜打车费用。对移民家庭或者刚来新加坡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你会慢慢形成一种判断：这座城市在关键节点通常会先想到怎么让人安全、有序地回家。交通延时的意义就是把这种顾虑往下压，它让公共活动不只属于住在市区附近的人，也不只属于有车的人。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很现实的社会契约，政府鼓励你参与国家庆典、文化活动、商业演出，同时也承担一部分让你顺利回归日常的责任。这种责任当然不是无限的，所以你会看到不是所有线路都延时，也不是所有需求都能被满足。只要规则讲清楚，边界说明白，市民就会感受到制度在努力接住多数人。新加坡交通系统并非没有故障，也不是每次都零失误，但成熟系统的标准从来不是永远不出问题，而是有计划时能精准执行，出问题时也能尽快补位。国庆前夕延时服务刚好把这一点放大给所有人看。如果你是刚来新加坡的人，哪一种公共服务最能让你感到安心？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所以，国庆前夕地铁为什么不打烊？答案不是一句为了方便大家就能说完，它背后是新加坡交通系统对人流的判断，对成本的取舍，对秩序的维护，也是政府愿意把公共承诺落实到最后一段回家路上的一种态度。我觉得这类新闻最值得看的地方，不是热闹，而是细节。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，很多时候不写在口号里，而是藏在这些你平时容易忽略的安排里。末班车有没有接上？转乘有没有断掉？公告是不是提前讲清楚？系统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接住普通人？这次连哪些线延时，哪些线不延时，哪些巴士从哪个转换站发出，最晚到几点，都提前公开给你看。这样的城市管理，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它永远不出错，而是它能把复杂问题尽量变成公众可理解、可依赖的秩序。如果你认同这种从日常小事拆解新加坡政策，
治理和生活现实的内容。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下一期最想看我解析哪一项新加坡公共服务、交通、祖屋、CPF 还是移民政策。我们下期见。